好，我是飞妈 Kitty，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平常你可能不会碰，可是却一定会经历的事情，那就是身后大事。你们不会真的就是跟死人打交道？会。跟死人打交道，你们也有？一定会有。殡葬业者会从遗体上偷东西？有。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些所谓鱼龙混杂的人，目的上的投资分两种。第一种投资，我买来；第二种投资方式，你买来，我建议你尽快做。以后我的骨灰烧掉了，你就把我抛向大海，结果那个风吹到自己身上。在加拿大有很多关于死亡的一些决定跟过程呢，其实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样。为了想要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今天呢就特别请来了2位在殡葬业从事的专家，一起来跟大家聊聊那些你以为但是其实完全搞错的事。所以欢迎我们2位来宾进场。所以这位是山木，大家好，我是山木，一定要这么大声吗？山木是已经从事殡葬业已经15年。15年。然后这位是 Jana， 是刚进入这一行还是已经做了一段时间？我是刚刚进入这一行。2位专家既然都已经在这了，我就直接先开门见山的问一句话：所以殡葬业好赚吗？殡葬业这个行业好做吗？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愿意去做这一行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是不小心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好，所以等一下是有很多可以聊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黑幕。那我们现在呢，就先开始来初步的了解殡葬这个行业到底都是在做什么的。像你们平常一天啊，你们的工作内容、你们工作的流程，好比说，今天你们接获到有人死亡了，你去接遗体，经过葬礼，然后也许火化呀、跟下葬这等等的过程，可以就是简单的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整个流程吗？很多人以为我们只是跟死人打交道的这么样一个行业，但是其实殡葬业有一多半都是在与活人谈他自己身后事的事情。所以处理人去世之后的这些工作呀、任务也好，它只是我们所有的这么多的工作量当中的这样一小部分。因为其实你们不会真的就是跟死人打交道。会，一定会有。跟死人打交道，你们也有？一定会有。每一个完整的殡仪馆，它都有不同的岗位啊，比如说接人的、化妆的全职岗位啊，或者是安排啊、仪式啊，包括殡仪馆当中有一些用餐的这些服务人员，这些固定的岗位，你都需要去知道如何去做。只是在这些所有的岗位当中，你专攻其中一个就可以。在加拿大，你必须是要全能的。但是其实你的职位只是负责一个职位，没错。亚洲他们可能有所谓的遗体化妆师，遗体修复师，然后也许有捡骨师，或者是像诵经的这些。那在加拿大有这样子的职业划分吗？捡骨师没有，这里没有捡骨师，这里没有捡骨师，还是我太老套了？我们小时候看太多，是现在就算是亚洲也没有捡骨师这个东西。我不排除有些地方应该还有，这边没有。它主要是因为这边土葬呢，它有一个标准，这边的土葬的棺木在外面还有一个防水防气的水泥外壳，可以保证这个棺木永久的密封在这一个水泥的外观当中啊，所以它不会牵扯到年头长以后啊，它会腐化降解，当然肯定也会降解，慢慢也会降解。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是我们等一下再回来问这个。然后想要问一下，就是像你们从事这个殡葬业已经有一些年了嘛，你应该见过大大小小不同种族他们不同的文化跟殡葬的仪式，那有哪一些是令你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觉得很特别的？每一种宗教，包括每一个国家，它之间的这些文化风俗习惯都不一样，让自己心里可以舒服的一些过程就可以了。因为你知道仪式啊，其实可以风光大办，吹锣打鼓，但是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去做完一个很简单的家人的一种简单的告别。回族人他们的葬礼可能就跟传统的不太一样。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抬棺呢，就是灵车到了以后，我们把棺木移出来，然后6个人站在旁边，把棺木直接抬到墓地上面就可以了。回族安葬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棺木呢，抬几步要放下，它放到地上，然后再抬起来，然后再放下，然后再抬起，前前后后抬上抬下应该是3次，然后最后才放在那个墓位上，也是让我觉得
好像挺奇怪的，但是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对，这是他们的一种传统的做法。首先要尊重这些不同的礼仪方式，接受认可它。每一种宗教的存在或者每一种做法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是对吧？那有没有遇过什么提出一些很奇怪的要求，让你有点措手不及，觉得怎么会这样要求？就是太多。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就随便举一两个。我印象都很深刻，因为在殡仪馆，人家向你提要求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向你提要求，往往是在法律和政策可包容的范围之外的。因为很多的传统观念，华人的传统观念是很重的，一些风俗习惯，它会束缚了有一些做法，就是我一定要怎样去做才可以。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它有很多的法律上的限制啊，规章制度上面的限制等等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会在工作当中会造成一些麻烦，但是呢，在不触犯法律、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是，个人要求他的背的方向，可能不是什么正北正南，他可能会要倾斜呀。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背的方向啊，都是坐北向南的。有些人说朝东，我们是东方人啊，我们亚洲人是东方人啊，但是朝西的。他就会说了，我们其实每次回国都是往西飞，回西，不是，但是墓碑有没有向北的？有，但是极少。有没有角度倾斜的？有，向东南的，向西南的。我们通常来讲只是转碑，但是他在安葬当中，这个棺木也向东南转了5度，家属要求转了5度，我没有触犯法律，我没有违反规定，因为都在这块地的范围之内。那我还满足了他的要求。是，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大家普遍对殡葬业的一些常见疑问的环节，就是我这里有准备，就是在网络上有准备一些，收集一下，就是大部分人对殡葬业这个刻板印象，然后想要来就是讨教2位一下，看是不是如此。第一个就是殡葬业就是赚死人钱的黑心行业，因为常被认为是趁人家在伤痛的时候谋取暴利。你们认为是如此吗？我肯定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做了这个行业之后，大家都是尊重生命的，其实并没有真的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商业或者是暴利。当你在接触人临终的时候，你会心里有所感应，所以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想要去赚这笔钱。如果从封建的角度啊，或者迷信角度来说，是对我自己也不好的。所以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想要尊重生命，陪着这个离世的人走完最后一程，尽可能的去帮助他，奉献我们的爱心。我觉得还是分人。以前在国内，我的家人在临终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些提前准备的这个服务，或者是人们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什么机会去了解什么价格呀，或者是一切其他的东西。那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你的情绪很down，然后你还要去处理这些马上要用的这些事儿，很不好的体验吧？我觉得，如果以购物的角度来说，分析这句话，首先把这个“死人”2个字这个2个字先拿出去啊。是，我吃了这碗饭，我打工，我上班，我挣我的工资是正常的，我是赚钱的。但是是不是赚死人的钱？首先，我赚你的钱，你是不是要把钱给我？死人会不会把钱给我？他的家里人要过来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来，家里人需要付钱的。你赚的其实是人家去世以后的这件事的钱，但是实际上你赚的是他们家里的活人的钱。为什么会有这句话？这句话不是说这1-2年才出现，很多的地方是没有一种机制提前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身后事，所以让一些人利用了人们的同情心和伤感的情绪，有一个赚钱的机会。我们不包括这些，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啊也好，你包括其实在加拿大有没有？有，加拿大也有所谓趁人之危的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现在的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机制，政府本身也鼓励这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就可以提前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完。这种情况下，有提前准备的是用脑消费，理性的；没有提前准备的话，他消费更多是用心来消费。我这个时候觉得我要多花一点钱，才能弥补我心灵上的亏空。我给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他妈妈去世了，但是他妈妈在去世之前跟我联系，想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只是最后没等到，没有写遗嘱，没有写遗嘱。儿子来到殡仪馆以后，火化的话，你是要去选一款棺材，
啊，就加拿大这边你不能把人直接推进去烧，你外面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棺木，跟着人一起推进去火化。话说回来了，1000块钱的棺材，1万块钱的棺材，最后都是一把火给烧了。理性的考虑问题，你就会考虑这种。他妈妈之前就跟我说过，把这些钱该省下来的，该留给孩子留给孩子。儿子进来的看法是完全颠覆他妈妈的认知，接受不了这个，看得太简陋。儿子最后要选另外一个棺木，我想起他妈妈跟我说的话，那一款是你妈妈选的，只是他最后没来得及定。这个话我完全可以不说。你可以，其实赚了1万块。我可以不说这个话。最后呢，他还是遵循了他妈妈的意愿，选择了一个最基本的棺木进口。我们一定是赚钱的但是我们要理智的、理性的去赚钱，而且我们要赚的是良心的钱。从业人员都很阴沉，或者是没朋友，因为你们接触这些事情是不吉利或是不干净的。那你今天来干嘛？我其实自己本身不会太抗拒死亡这个东西啦，我是真的很想了解殡葬业这整个过程，那我之后就会知道说 ，OK， 我该怎么安排，对大家都是最好的。所以你说你们都很阴沉吗？我觉得不会啊，不会，我还会讲笑话。我上班是工人，下班我也是一个正常的人。你说有没有人到殡仪馆工作1、2天就生病了？有的是，我也见过有这样。外界可能都会以为你们做这行久了之后，就会变得感情麻木、冷漠。麻，但是不木。下一个，殡葬业者会从遗体上偷东西，我相信2位绝对不会。但你们有听过什么大体化妆师或大体的修复师，他们可能会从人家的衣服里面掏出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有听过吗？有，一定会有发生过的，对吧？肯定才会有这个刻板印象。你肯定的嘛。我不排除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些所谓鱼龙混杂的人，每个行业都有。我们可以用一些机制呢，去把这些东西做一些所谓的限制。一旦有衣物以外的一些物品连着衣物一起送过来，比如说戒指啊、耳环啊、珠宝啊、名贵的手表啊、现金我不说了，因为不允许。所有的衣服送过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当着他的面要一遍一遍的过，把这些东西登记在册。这些首饰珠宝也不是马上就给他戴上，要到出殡那天给他戴上。盖棺之前要跟家属确认一下。这是一份没有专业门槛的工作，因为只是班师、运尸、火化跟举行葬礼而已。这个我自己就不同意了。对，因为我觉得你们做这一行，心理的承受力要很大，而且同理心也要非常的够。光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对吧？我认同。您的挑眉是？不，因为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很想做这个行业，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行业。因为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乱投简历，投了一家简历就投到了一个公司的名字叫纪念花园，我也没看太清楚，把简历交了。后来人家叫我面试，我来的时候才发现，我只看到了花园，没有看到纪念。原来纪念花园是墓地的意思。OK， 这行的人见过太多的死人了，所以你们的运气都会不好。你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运气是不好，比如说常常踩到狗屎啊，或者是鸟突然掉了鸟屎下来啊，就那些乐透啊，6649从来都没有中过，运气很不好。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份工作，你去用正常的态度去看待这份工作就可以。如果说我身边有一些人因为嫌弃我的工作疏远我，对不起，请你走远一点，我也不想跟你这种人做。也认清了那个朋友。对，我反而会觉得运气会更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在帮助人，我觉得会有隐形的一些好运气，而不是倒霉的运气。一句佛教的说法就是你在修福报，有可能。对，是。给你补充一点我要拿个豆腐。我什么宗教都不信，但是呢，我相信一点，就是自然的规律。首先，太阳从西边升起来，对不起，从东边，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这个你改变不了，自然规律。是人出生就要去世，这人改变不了。对，好了，那我的概念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归我，它就跑了。如果你付出，它就一定有回报。哇，这就是我相信的自然规律。好，这期节目到此为止。讲得很好这是一个就是全新的观点，自然规律，刚刚那样的示范，它是自然规律嘛，是对不对？进了殡葬行业呢，你就很难转行，或者是很难再转换新的职业，因为可能社会上一些偏见，职涯的发展会不会受限？你们自己认为呢？我不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如果限制的话，是我们内心限制，因为我们觉得从事这份工作可能会有
更多的一份责任在身上。客户之前把信任交给你了，然后你没做多久你离职了，或者是你不做了，我觉得有一点背叛对方还是就是那个心理。我如果说没办法进入其他行业，可能就是我内心的感觉。所以这么正能量的一个职位，我相信呢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一定都是可以给大家带来暴力。是我们这行非常受限，如果你离开这行，你可能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我不喜欢这个行业，但是我最后进入到这个行业，是因为我找不到工作我才进入到这个行业。我说我先试一下吧，对不对？我干不了我再走吧。结果一做就做了。那么试了10几年啊，还在试啊。有一个叔叔，他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最后找你来安排我的后事？因为我今年70多岁，你还不到30。如果一旦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发生的话，你应该能把我送走。”突然感觉到这个肩膀，咵一下重了。无形的责任，很多的像这个叔叔这样的家庭找到我们，其实都是有另外的一份寄托。今天这个事情交给你，以后这个事情还是不交，确实是很限制。你不得不坐在这了，没有勇气，没有想法去跳槽去离开这个，真的就像他们说，你对不起。从事这个殡葬业，感觉好像都会被人家认为是在赚死人的钱，但其实你们自己本身也会介绍自己是在做死人的房地产，就是死人的地产经纪。地产，房地产啊，地产为什么不没有房？墓碑就是一个房吧？墓碑算建筑吧。OK，anyway，其实我觉得还挺合理的，因为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安家乐业，我们需要买房，所以我们都会请地产经纪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安身的地方，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殡葬业的人员来帮我们处理这方面的事情。之前呢，有机会就是很开心能够听到山木讲解，就是办理遗嘱跟安葬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你之前有一个讲座，然后其中呢也有包括一些买墓地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想提出来一些我自己或者是观众朋友很有可能也都会有的问题呢，想要来请教一下你们。在加拿大买墓地的话，我们大概需要准备多少的 budget？它有一个平均的价格范围，大概是在5万到5万5千块钱之间。这个价格不便宜，一般人大概很难负担。安葬骨灰来讲，有地下的，有地上的，有室内的，有室外的。安葬棺木来讲，有单层的，有双层的，我们也叫地下的复式结构2层的。陵墓啦，对，双层啊。这个国家它鼓励提前安排，不管是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也好啊，或者去购买墓地也好，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减免的政策的。包括这个政府的补助啊，或减免政策，最便宜的话可以到多少？最贵我想应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但是最便宜的话，可以1分钱都不花。你比如说，这个人生前呢，他就是在领着政府的救济金啊，住的也是政府的廉租房啊，银行账户上没有1分的存款，我们就会来帮助他去走完政府申请的这一套手续。很多人都在想说，那我1分钱不花，是不是只有火化这种选择？其实呢，如果是家属有要求的情况下，要求土葬，只要他符合条件，政府是可以为他购买墓地。但是呢，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所有人都可以在加拿大买墓地吗？国外的人也可以买吗？可以，不是本地人也可以买。可以买。没有加拿大身份的人在加拿大买墓地还不需要交海外买家税。政府还没有想说先弄这个漏洞啊。暂时啊，包括没有身份的人，比如说是拿旅游签证进入到加拿大，然后突发了一些情况去世的，正好又有墓地了，他是想土葬是可以的。至少现阶段的政策是允许他这样子的。OK， 任何人都可以选墓位吗？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有一些专门为一些宗教去设置了一些墓地，犹太教的、天主教，你想去不了的。之前说过的那个回族本身它有一个要求，就是它不能有水泥的外观，它一定要贴土。全世界的回族，它的安葬方向是不同的。安葬的时候，他们的脸的方向一定要正朝买家方向。首先把这个遗体摆放好，在下的这一个过程，由家属把这个头转向右边，朝北的方向。遗体通常过了一段时间，不是都僵硬了吗？还可以转？是可以转。其实遗体的变化是先僵硬，然后再慢慢的变软，它是可以转就没有像我们所谓电视上说，都僵硬了，不会像在加拿大，我们可以树葬或者是海葬嘛。有些人可能说，以后我的骨灰烧掉了，你就把我抛向大海，可以这样做吗？在加拿大可以这样做。我以为是浪漫的小说情节。可以，这是可以这样做。极少的墓地现在还有树葬。如果是海葬的话，在政府的有命名的海滩呐、一些海域啊，都是不行的。
一定要租一条船离开很远的地方。政府人员会不会跟着你？不会，就是你要离开它一个特定的区域，你才可以这样做。刚才说的这个浪漫的这个事情啊，我原来也这么想。哎呀，我觉得把骨灰撒向大海啊，随着洋流啊，可以漂洋过海啊，去全世界。你想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你永远也完不成这件事情，一定是要委托另外一个人去帮你完成的。我见过把骨灰从殡仪馆取走要去撒骨灰的，又回来的人，撒不了。你感觉好像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去帮你撒骨灰的这个人，他要承受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这种情绪的这种负担，有可能会伴随他1天2天、1个月2个月、1年2年，甚至10几20年都有可能。不是说你像帮我买外卖啊这样那么简单的事情，对吧？这个是沉重的事。这个爸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啊，我不用买了，以后你给我撒海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听在心里，我根本就不那么想，我也不会那么做。我觉得长辈好像都很喜欢讲这句，好像是不给孩子增添负担的感觉。有没有看那个韩剧啊，《蓝色生死恋》援兵嘛，然后就把那个宋慧乔的骨灰撒在大海，没有我就想到那个画面，很浪漫啊。我回头发给你另外一个画面，在海边撒骨灰，结果那个风吹到自己身上。那可以，比如说把骨灰封在家里放嘛？不是那个大 S 死掉的新闻，整个华人圈都知道嘛。那他们有一度就是有新闻爆出来说，他们是希望把骨灰放在家里的。加拿大允许这样吗？没有说不允许，华人有很少，以洋人为主。这边的骨灰，你们叫骨灰瓮，金属材料的。有椭圆形的这样一个瓶瓶罐罐啊，骨灰通常是放在这里。我们这边经常有去二手店呀，或者是一些跳蚤市场啊，去买一些二手的物，千万不要随便去买这样的瓶瓶罐罐，因为有可能澄清，对，有可能不小心你就把它太难包了。哎呦我的天！对，而且他们还会把骨灰分开不同的小罐子装，因为他们可能子女比较多呀，一个子女一份。他们很多的橱柜当中啊，壁炉上啊，会摆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罐子。千万不要随便动啊 ！OK， 很有可能就是对。假设说我们买了墓地，就属于我们的了嘛。如果这个墓园，比如说经营不善倒闭了怎么办？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墓地买的是什么权？土地权。土地哪有权？买的叫什么权？房子买的是这个房子的什么权？产权。产权。墓地没有产权。加拿大的墓地是没有产权的。加拿大的墓地买的叫使用权，所以土地不是我的，土地不是你的，所以我花了1000块、上万块买那个墓碑放在那边，你只是买了这块墓地的使用权，那个地不是我的，这个地不是你的，但是你有它永久的使用权。意思也就是说，这块墓地你一定要使用，它才是永久的。就比如说传统的华人很多喜欢买地投资啊，对啊，我还正想要问啊，那假设我还活着，然后我先买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转卖看能不能，你知道投资理财的概念，对，你要可以这样吧？可以，墓地上的投资分2种，第一种投资，我买来就是为了等它增值把它卖出去，我劝你不要买，因为墓地的2级市场与房地产的2级市场与汽车的2级市场。奢侈品的2级市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你要在手里放很多年，它才会有增值的机会。第2种投资方式，你买来就是为了准备今后一旦有什么意外要用的，这种投资我建议你尽快做。加拿大这边有一个法律啊，墓地我买来如果在那里空50年没用过啊，找不着你了，我有权把这块土地收回来。那万一我手机掉了？换电话了，我换住址了，我不住在加拿大。我们只要想办法要找你，就一定会找得到。天涯海角也找得到，也一定要找。假设我都准备好了，医院或者是警察联络不到我的家人，那谁来处理我的后事？如果是有提前安排的，这另外一方呢就会直接联系他安排的这家殡仪馆，前提就是要找到一个这个人的遗嘱执行人。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就要从直系亲属上面开始一个顺位的往下去排。我走掉，然后隔天突然房子烧了，我那个遗嘱不在了。如果在没有任何提前安排的情况下，是由信托来完成的。信托分2种，一种是银行自己本身的信托，就是你主要银行所存在的这个信托部门来完成。如果没有银行的话，或者银行也支付不起这个费用的话，就由公共信托来支付后面的费用。既然讲到遗嘱，我相信我接下来问的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那可能不只是自己，也许身旁的亲人，也许都会经历这个事情。就是哪一天我突然躺在医院了，通常是家人亲属来决定、来把管，对吧？医疗决定啊，它跟一些其他的行政决定啊、财务决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当然在这边有一种叫 living will， 自己给自己写清楚，如果抢救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要求不抢救。那么在没有写清楚之前，按这个人生前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叫监护人，叫 power of attorney，
PUA 呢，可以在这个人生前，就是还在世的时候，替他做一系列的行政决定。但是这个 PUA 在 BC 省是不可以做医疗决定，医疗决定呢是一定要医生来下这个决定。家人不能，家人可以跟医生商量。但是家人不能说要求我就是拔了，我就不能抢救了，这个不行，这个要由医生来做决定。加拿大是一个公费医疗的国家，如果医生觉得没有可以抢救的必要，他不会强行的将这个人一直保持在呼吸机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家属呢就有权利要求我要继续抢救。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涉及到刚才我们讲那个 living will 很重要，他们就会写得很清楚，不抢救。所以这个是要你事先如果有遗嘱安排的话，也许就可以就是免掉一些可能所谓的争执啊，或是混乱啊，不一定全力抢救就对这个患者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有的人在人生的最后的几年，甚至10几年，可能都在病床上一直躺着，靠呼吸机啊、氧气筒啊维持着这样的生命。其实对于他来讲，是在践踏他的生活。算是折磨。某一个角度来讲，既然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有这个条件，能提前把这些事情安排，包括遗嘱啊，就也叫平安书啊也好 ，PUA 啊，或者是身后的这些事情啊，能弄清楚就弄清楚一点。所以立遗嘱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事前没有安排好，很多时候有可能就是最后决定你生死的人，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信任的人，反而是不相干的一个医生。我们聊这些主要都是为了要让活着的人可以安心的，也让死者呢能够就是安息，被好好的善待。所以我还想就是再请教一下，就是你们身为殡葬业者啊，就每天都面对到这么多的死亡，那你们自己是怎么看待死亡这件事情？你们还记得你们刚入行的时候，你们看到迎接生死这个，你们当时的那些想法是什么？然后跟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吗？我见了这位先生，身体可能不太好，帮他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完，跟他握了手，送他走。1个礼拜以后，我就把他的骨灰交给他的家属。第一次亲身经历了这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时对我很震撼。最后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发现我眼睛都是呆木，就是很直的那种呆木的状态。他们都问说你怎么了？我说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活生生的这么一个人坐在我面前，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我就要把他骨灰再交给他家属。我一个同事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从这里跳出来了。他说：“你记住，在这个行业工作，这个就是你要面对的东西。”这一讲好像很有道理啊。之后慢慢的就适应了。你调整不好自己心态，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好别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跟客人或者家属之间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的伤心，我们不能跟他们共情，我们不能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频道上产生这种所谓的共振。不跟他共情，并不代表我们冷血，只是因为我们要更好的去把控全场，来帮助他们完完整整的把后面的事情都办完。10几年这样过程，其实你心里那个也在慢慢的历练，让心理自己更强大、更理性的去面对你每天所看到的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其实这个工作还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你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你总是想着会不会有鬼呀、魂呀、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在从事这个工作，它会有一些让你分心。首先要心很正确的看待这个离世的这件事儿。我看待死亡，它更像是灵魂的升级，摆脱你肉身的束缚，结束这一段短暂的旅途，踏上一个新的征程。因为有了这些理解，我从事这个工作就是做好我的工作，尽可能的去安慰帮助他们家人。当我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在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杂念、害怕、恐惧那些东西。做这个对你来说就会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你是在帮助人完成一个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旅程，对，最重要的一刻。对，然后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人死后升华，然后继续下一个旅程，让我联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迪士尼的 Coco 啊？我那个电影，对，是的，可可夜总会吧？你看他们人死后其实挺快乐的。死亡是你必经之路，是你只有通过这一扇门，你才能开启另一扇门。对，你们会建议什么样的人来做？然后不建议什么样的人来做？我知道，就是你一定要有同理心，不能太 emotional。有2个事情你要把它分清楚，看到的是人还是看到的是钱。其实我觉得都重要，但是如果你先看到的是人，我告诉你，这个行业你可以走得很顺风顺水。如果你看到的是钱，这个行业你一定走不下去。然后也会被人家冠上一个黑名，你都在赚黑心世人钱。像我觉得生老病死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经的过程，所以死亡，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应该是一个禁忌。在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
侃侃而谈我们的生、我们的老，然后病也 OK。可是讲到死亡这件事情，我们不必要怕面对这个话题，因为其实如果你及早准备的话，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我们在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从出生到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结婚、生小孩子、退休今后的生活等等等等，可以实现、可以看得见的这些人生必须经历的事情，你在计划。那么为什么一个你自己不可能看见，但是又要必须经历的这样一种人生状态，你要把它跳过，要把这么样一个决定的权去交给别人去做？自己能规划的事情，该把它做完都把它做完，不要把所有的经济以及精神压力留给你们的子女。因为其实最困难的往往不是那个走掉的人，最困难的就是留下来的人要怎么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同一时间还要承受要处理就是这个死去家人的身后事的这个精神压力。遗嘱啊真的是很重要，它不只是一张白纸。那我个人更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能留给最爱的人的最后的一封信，减轻他们的压力，然后让他们更早释怀。遗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遗嘱是万万不能的。在加拿大这个国家，遗嘱来讲，对你本人、对你的家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因为你知道，如果一旦没有遗嘱，而且财产涉及到纠纷的话，所有的资金都会被即刻冻结。不管你有没有纠纷也好，或者怎么样，你要通过一系列的认证手续才可以把这些资金啊或者财产解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涉及到费用，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要在最悲伤、最痛苦的时候去做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也会有很多误会，就会造成反目的情况，就是这样发生。可以给做一广告吗？啊，我们6月22号，我们6月22号有一个讲座啊，这个讲座上面呢，我们会给所有的人发一份免费的合法的遗嘱，还有呢会教大家如何来安排提前的这些身后事，包括呢所需要的信息、所需要准备的文件，什么样的地方存放等等，都会跟大家说得很清楚。遗嘱文件是免费的，但是有法律功效吗？有，这个是律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很多人会以为免费的遗嘱是没有法律效力，其实这个是有法律效力，这个是律师跟我讲，不需要再经过律师的公证或什么，其实就可以收藏好。对，这详细的资料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找这个山木和 Jana 来了解一下。对，我也会把两位的联络资讯呢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希望这集影片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又给大家更多的知识之外呢，也能够鼓励打开心胸，好好的来谈面对这个话题。影片的最后呢，我想再问观众朋友，你们看到这里呢，有没有哪一点是让你们觉得非常惊讶的？或者是说你们有自己亲历今生过什么深刻的事，或者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呢，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两位来上我 YouTube 的频道，非常开心学到很多。好，那下一期见喽，拜拜。